孙亚东能否扛住乌马尔的摔跤？如果扛住了，能否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呢？众所周知，乌马尔作为鹰队的核心第一选手，拥有这个量级最强的摔跤技术。虽然说没有他两个长辈小鹰马哈那么吓人，但是在这个雏量级也相当够用了。那乌马尔的摔跤这么狠，东哥能否扛住他的抱摔呢？我们来看看东哥自己的看法。你现在有把握防住乌马尔的摔跤吗？我肯定有把握呀，我非常有自信呢。我就练他所有的这些招，我都有准备，我知道他下一步要干嘛，这一步要干嘛。其实我对东哥的防摔就相当自信，咱先别说东哥有多么认真对待这场比赛，他去格鲁吉亚练摔跤，去美国摔跤队练摔跤，而且一针针拆解乌马尔的摔跤技术，这是第一点。东哥在技术上下了苦功夫，可以说是拼尽全力。第二点就是东哥这个身体构造啊，他真的是非常难摔。东哥和乌马尔都是173，但是两人的感觉就不一样。乌马尔给人的感觉就是又细又长，而东哥给人的感觉则是又矮又壮。其实就是两个人的身材比例不一样，东哥是身体长，乌马尔是腿长。你想想吧，东哥的爆发力和力量几乎在这个量级都可以算是最强了。想摔东哥的话，你需要更迅速的反应，更刁钻的打入角度，或者说是更低的下潜角度。而且本身东哥的防摔又好，他的技术有在线，他的脚感也棒，他也有很出色的内围技术，比如说内围的肘击顶膝。乌马尔如果想强摔东哥，那是非常困难的，甚至说使出全力也不一定能摔倒。东哥大概率能防住乌马尔大部分爆摔，但想全防住那基本也不太可能。那么这样的话，世界的天平是不是向东哥在倾斜呢？其实不是的，东哥自己说的非常对，这不是摔跤比赛，防住他的爆摔并不代表成功。就像因加里打马切夫那样，如果你防住了他的爆摔，你不主动进攻也没用。这是一场 MMA 比赛，乌马尔不只有很好的摔跤，他有很不错的战力。这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，东哥要以综合格斗的节奏打，一切皆有可能。而这场比赛我认为有两个非常大的变数，第一就是东哥的体能。就东哥这个体能，大家有没有感觉非常怪异？他打5回合比赛那莽莽的干，坑坑的干，但是3回合比赛无论是打彼得岩还是奥马利，东哥第3回合体能都断档了。东哥自己的看法是当时打的比较急，就想重撞他，打的有点莽夫了。而5回合的话，东哥打的更循序渐进一些，慢慢发挥自己的优势。第二点就是乌马尔丰富的进攻手段，也就是他变化的优势，我觉得是东哥最难克制的。我有信心东哥能防住乌马尔的爆摔，就是摔倒也能扛住他的柔术。如果说纯战力，那老乌马尔的战力我觉得东哥真能 K 了他。但是兄弟们，这是综合格斗，各家技术融合在一起，那不是简单的1+1等于2，那是1+1远大于2。你打战力还有分心防摔，你看着那是爆摔，实的是一拳头来了。就像马切夫打加里那样，全面的属性被他发挥的淋漓尽致。谁能想到马切夫的高扫能扫到加里呢？真的是非常变化莫测。乌马尔同样也很全面，他要是真变化起来，我觉得东哥也挺难对付的。这场比赛只要东哥的体能充沛，大概率是维持在战力端的时间比较长。同样这场比赛乌马尔的胜算更大一些，但如果让我选一个在战力端能重创他的选手，第一个肯定是彼得岩，人家虽然说没啥重拳，爆发一般，但是人家的技术、丰富的武器库还有漂亮的融合实在是太出色。第二个我认为就是东哥，大家可能会说蜜糖，但是蜜糖太瘦了，我觉得乌马尔能摁死他。东哥的爆发、重拳以及进化的精准，我觉得可能在战力的窗口期重创他。至于说谁输谁赢，咱就看本周末吧。